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17日晚间19点1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看一下昨天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啊，昨天收了一个下影线，这个下影线的出现呢，意味着啊，在3万点附近啊存在着一定的支撑。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我们看到了啊，日线级别道指出现的这个下影线呢，顶到了169日，也就是白色线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在日线级别就有一定的支撑，收了一个下影线之后呢，后面的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反弹，但整体趋势依旧是下行的。我们调到周线级别看到了啊，道指出现2轮半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完成了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目前行情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并且当前位置是顶到了8根阴线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在跌破3万点之后，我们有这样的预期，就是它能够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这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2020年2月份啊，它走出了一轮这样的周线级别的下跌。这种周线级别的下跌呢，是一种暴跌，所以呢，意味着行情在接下来啊，在10月份到11月份有可能走出一波极端的下跌行情。但是日线上我们看到了收了十字星之后，它是有机会反弹的。所以呢，对于道指对美股来说啊，短期内的反弹呢，是现货出逃的一个时机，并且是做空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时间点，这是对于道指。那道指在下周有反弹预期的情况下呢，那比特币的行情上也会有一定的反弹。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上。那么现在是周六啊，周六周日2个交易日美股不开盘啊，但是我们在行情当中可以看到啊，比特币在经历了9月初的反弹之后，我们发现啊，它的反弹的时间级别呢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在当前行情当中啊，9月13日出现悟空阴线之后啊，我们看啊，这是4小时级别的。9月13日出现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之后，走出了8根阴线。同时呢，这里的震荡啊，当前的震荡是沙僧阴线的范围。那么我们看到了沙僧阴线日线4小时级别的出现了之后，就有可能走唐僧阴线。那么我们给出的唐僧阴线的目标位呢，是在18000美金到19000美金之间啊，目前已经非常接近这个低点了，这也是能够出现4小时级别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的位置。那么走完4小时级别下跌之后，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上啊，我们切换时间级别，日线级别上目前在19000美金附近啊，在18000美金到19000美金附近，它是存在一定支撑的。这个支撑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看到啊，前面行情当中啊，从6月份到7月份下跌的过程当中啊，17605这个低点出现之后，不断的在1900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位。所以呢，在美股有一个反弹预期啊，现在已经收出来一个下影线了，有这个反弹预期了。美股有日线级别反弹预期，那比特币呢，有可能再度形成什么呢？再度啊，在确认这个19000美金低点之后，也就是完成一轮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之后啊，低点波谷这里面的支撑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呢，行情走到这里啊，在短时间的周期上呢，是有一定的反弹预期的。但是这个反弹预期呢，我认为是在21000美金附近啊，到达这里之后呢，前面行情当中啊，它出现了第一轮反弹和第二轮反弹，有可能不会超过第二轮反弹，也就是22800美金这个位置。所以呢，这一轮行情它的反弹应该是非常弱势的。同时呢，在周六周日啊，今天是周六啊，在周六这个行情上来看，我们也看到了比特币目前来看，它的反弹极端的弱势，它的最大反弹幅度仅有3个点
在当前非常弱势的反弹行情下呢，我认为它是有可能走出4小时级别的下跌稀有，打到19000到18000美金打到这个位置进行第3次确认这里的第三次确认呢是日线级别的第3次确认。3次确认完成之后，它还会有一定的反弹幅度。那么我们看到了第一轮它的反弹幅度也就是这里它是43%，那第二轮的反弹幅度呢是22%左右，那么第三轮反弹我认为是在15%左右，然后不断的震荡之后呢，在日线级别上形成一个波峰连线能够连接出来一个收敛三角形底部确认。上边线确认它不断的震荡形成收敛三角形，但是收敛三角形底边线在完成第4次回打之后呢，它一定会跌下来的我们前面行情分析当中说了这个位置呢是不断的诱惑多单进场的一个结构这种结构呢，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看过特别是在21年10月21年1月到这个22年5月它整个牛市最极端上涨的这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它不断的形成这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是日线级别的，我们可以通过连接21年3月的波峰和21年1月的波谷连接出来之后，看到这个三角形，当这个三角形出现了4次1、2、3、44次打到这个波谷之后等位置波谷之后，它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最终呢发生了从300美金跌到17605这个非常快速的下跌幅度呢超过40%，达到了48%。所以呢，这轮行情我们看它正在酝酿这个日线级别的波谷的这个位置波谷的位置这个反复出现了。那波峰的位置呢，它出现的次数还比较少，仅仅出现了2次。那么我们认为波峰也有可能出现这1次、2次、3次、4次出现之后同时呢出现4次波谷，最终呢跌破这个波谷符合江恩的4次波谷定律这个是在行情当中非常多出现的，无论是比特币和以太坊都容易出现这种结构。那么我们在当前行情当中该怎么做呢？特别是在周六周日2个交易日该怎么做呢？我认为它打到18500附近，你可以埋伏一个抄底的多单。这个多单呢，它的反弹幅度虽然可能不多，但最少我认为能抓住15%的利润抓住之后呢，它还会下行，所以呢多单只是作为试水，这个试水你获利了之后呢，要不断的补充你的空单，因为整个行情来看特别是从美股当前的运行结构上来看，我认为今年的快速下跌的这个时间是有可能提前的。为什么说有可能提前呢？我们在道琼斯工业指数日线级别上看到，当前是收出了一个十字星，有可能发生反弹。但是呢，它的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它已经走出了什么呢？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和8界阴线组顶到了169日均线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发生反弹之后呢，行情有继续下跌走周线级别快速下杀的一轮周线级别下跌稀有的这个预期。我们在行情当中前面的行情当中看到了美股道指在高点36952出现之后，它走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稀有，这2轮半周线级别下跌稀有比特币做了同步的时间级别同步的下跌，所以呢，它的下跌幅度和下跌的凶险程度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本轮行情道指出现新的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我们看到了前车之鉴在这里2020年2月它走出了一波周线级别下跌稀有，这一波下跌走得非常的凶险走得非常凶险我们可以理解成美股几乎是多次熔断最后走出了18213这个低点。那么在当前行情当中，抵到169日均线抵到3万点之后非常容易出现新的一轮周线级别下跌稀有，也是空头需要在比特币这面不断补仓的一个时间点当前行情是可以做一些短暂的多单，但上方空间不足，而主要的获利方向呢是在空单这方面。所以呢，如果一旦出现反弹在21000美金之上，不断补充你的空单，是在这轮行情熊市第一轮行情的末期能够大幅获利的前提条件。那么在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这里嘛我之前给出了非常多的提示。
在9月9日出现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之后它做出了一些震荡，然后呢8戒阴线组在这里面已经出现了出现之后呢，当前的时间点已经走出了沙僧阴线，并且当前的唐僧阴线在日线级别上已经正在生发出来，这样呢意味着日线级别的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日线级别的周线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已经正在走出来，那么它的目标位呢是在 0.069 附近。0.069 这个位置呢非常微妙我们看到了前面日线级别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支撑位在这个 0.069 这里，同时呢如果出现打到这个 0.069 之后呢，它容易走一波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意味着以太坊对比特币下跌的速度会加快加快之后呢会形成平行于2022年5月份的这波下跌。我们之前行情分析当中给出了非常多的平行结构会在这里面产生，那么目前正在验证我们的这种说法，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上正在验证我们这种说法。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的行情当中，我们看永续的价格永续的价格我们看到了在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对比特币完成了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这轮反弹呢，我们看到了以太坊的涨速是高于比特币的比特币在当时的反弹过程当中，仅仅做了日线级别的动作，但并没有完成日线级别反弹，而以太坊完成了周线级别的反弹，它在时间级别上是大于比特币的。那么当前时间，以太坊本身正在走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这里面已经走出了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8戒阴线，所以呢下方呢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要走出来，所以呢以太坊目前有可能做的是周线级别反弹之后的周线级别的下跌。同时呢在日线这里面我们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的点位第一个点位呢是这个黄色线它反弹过程当中，黄色线这里是144日均线，虽然上冲过去了之后，但回打下来之后，144日均线在170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阻力位这个阻力位跌破之后下行空间打开。那么第二个支撑位呢，我们认为是在今年5月份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绿色线在165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位，跌破之后呢，目前行情重新又跌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这个关键性的位置是用红色线画出来的，它是周线级别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这个周期呢长达1年多然后呢我们看到了跌破1470美金之后，重新又回到了这个新的一个阻力区间，所以呢以太坊目前来看下跌空间已经完全打开，下跌空间打开的位置呢是从1550美金之下打开了下跌空间。那么我们给出它的一个下跌周期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那下跌的目标位呢是在1100美金附近也就是目前来看以太坊对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快速下杀的一个行情，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它出现了一个目前来看是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唐僧位已经走出来了要看这个图它在日线级别的唐僧位已经正在酝酿出来，还没有完全脱离正在生发出来。所以呢以太坊对 USDT 目前也正在走一个什么呢？走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并且这个日线级别下跌很有可能成长到周线级别下周今天是周六下周有可能走这个唐僧阴线，我用这个紫色圈画了出来紫色圈画出来这个沙僧阴线，最终呢走这个唐僧阴线也就是说未来几周这个以太坊急速下跌可能会出现这个出现呢是在以太坊合并之后，是在以太坊原子挖矿、物理挖矿结束之后以太坊开启 POW 挖矿之后出现的，就是它的一个利好落地之后变成利空会走一个周期性的周线级别的对称性的与前面反弹时间级别对称性的下跌，目前正在开始。
对于 ETC 来说啊，ETC 啊，它在之前的行情当中是非常强势的。我们可以在周线级别上看到啊，同步比特币发生了周线级别的反弹，但是它的回落过程相对于以太坊来说，它是缓慢的啊。它之前同步以太坊做出了周线级别反弹啊，它的时间级别是强大的，但是它在回落过程当中，它没有走出8节一线的啊，这是和以太坊不同的，它仅仅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在悟空阴线这里啊，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干扰性 K 线，影响了我们对空头的判断。但是下方呢有可能会走出8节阴线和沙层阴线，最初走出唐僧阴线。这样呢，ETC 也就是经典以太，在后面的行情当中可能走类似以太坊的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周线级别下跌。那我们切换时间级别到达日线这里啊，日线这里面它正在走一个什么呢？走一个收敛结构啊。日线看这里面是有一个收敛结构，越接近焦点位啊，越接近焦点位越是一个变盘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在未来的几个交易日中啊，它会不断的接近变盘的位置，焦点位是一个特别容易发生下跌的位置。那么在这样的结构当中啊，如果跌破了33美金之后啊，如果跌破33美金回不来，它的下跌空间就要打开。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啊，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也已经走了出来。那么日线级别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所有的震荡都是围绕悟空阴线的这个下跌出现的震荡。所以呢，下方在日线级别上有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细有可能会出现。同时呢，如果放大时间级别到达周线时间级别，它有可能走周线的下跌。所以呢，对于 ETC 来说，它的利好已经完全落地。虽然有很多的算力切换到经典以太上啊，但是这些算力呢，它不是来拉盘的，算出来的经典以太呢，它是要出货的。所以呢，我认为啊 ，ETC 啊作为这个以太它合并之后的利好币种啊，它的行情上涨的行情，通过这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已经完全释放啊。完全释放之后，利好落地即变成利空，所以呢，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它有做周线级别下跌的这个预期啊，所以呢，我认为在行情当中把这个37美金设置为37到38美金设置为止损位，然后布局空单它有一个日线级别到周线级别下跌的一个预期，下跌的目标呢，我认为是在16美金附近。那么今天有人说这个大姨夫啊，就是这个 YFI 啊，今天涨势比较好，在日线级别上还没有看到涨势有多么美丽啊，但是看到了有涨5%，在那个小时线级别啊，在5分钟线级别上看到它不断上涨。这个行情怎么做呢？非常简单啊，你可以设置一个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那么目前处在这个169和144日均线这个区间上，那么如果顶到这个绿色线，也就是169日均线附近，就可以布局空单啊，可以布局空单。它的走势非常规律，我们把这个均线调出来之后，发现了啊，从21年6月份啊，它一直围绕这个169日作为压力位啊，作为压力位。如果触及这个144或者169之后，即发生下跌，有的时候是144，有的时候是169。当然了，在7月份行情当中，看到它顶到169日均线之后，发生了下跌。所以呢，这段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啊，也以169日均线为坐标的开单的一个位置啊，为开单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它上方的反弹空间呢已经不大了啊，已经不大了。从目前来算呢，是大概是15%。如果打到10700啊，10700美金附近呢，就是可以布局一个空单的一个空头仓位的一个时间点。这个均线运行时间非常长了，从21年6月份到现在已经1年零3个月了，所以呢，用它来做一个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是非常完美的。那么最近几天时间呢，比特币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时的振幅不大的反弹幅度空间不大的一些震荡或者反弹那么这段时间呢，可以关注一些像这个 VIB 这种在币安平台上的一些次新币在币安平台上的一些次新币主要怎么看呢？如果它能够出现4小时级别的一个大阳线，是进场的一个机会进场的一个机会有可能会有这种4小时级别的上涨，或者日线级别的上涨
目前来看，在这个币安的次新币里面啊，会有很多这种机会啊，会有很多这种机会。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平台做的一个数据我们团队做的一个数据你看这些多出现多头，这是5分钟和15分钟的，然后还有5分钟、15分钟小线和4小时的目前是只有一个 REEF 这应该也是币安的一个次新币种我们来看一下已经出现合约了已经出现合约了利用它呢，你就可以找到一些次新币种出表现的机会表现的机会。有这种表现之后比如说这里面它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阳线一根大阳线走出来之后，就可以以这个阳线的开盘价作为止损位然后对它有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的一个预期非常简单利用我们的这个小工具非常简单，当然这个工具也是在 VIP 群中可以获得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